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呢集同大家睇個大陸嘅資訊啦，佢號稱咧係可以賺走咗中國女人10億嘅現金喎，咁係玩具嚟嘅，到底係乜嘢玩具咁犀利，可以賺到女人10億咧？我哋一齊睇睇啦。咁最近發生嗰個事件，海底撈俾人刁難喎，點樣刁難啊？竟然有人帶住一個叫做棉花娃娃嘅公仔去海底撈度食嘢，就希望呢啲服務員啊就可以提供嬰兒座椅俾呢啲咁樣嘅棉花娃娃，令到店員嚇親同埋唔理解啊！但係呢個故事仲未完㗎，跟住呢一個顧客咧就希望服務員可以同呢個公仔過生日，然之後唱生日歌，但係竟然俾佢拒絕咗啦！好多網友咧就話呢個顧客有病啊！咁但係原來之前海底撈係曾經試過做一啲營銷，就係幫呢啲紙片人同埋棉花娃娃啊過生日唱生日歌㗎。咁呢個顧客咧就係衝住呢一個服務嚟㗎啦，估唔到啊佢自己帶棉花娃娃過去冇得到你哋嘅優待，於是乎上網去鬧爆海底撈啊！而呢一個事件呢，係令到大家突然之間意識到呢一個咁樣嘅公仔，原來喺市場上邊係咁多人買，市場潛力咁高嘅喎。原來好多人啊都當咗呢個棉花娃娃好似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咁樣看待㗎，包括同佢買衫啦、化妝、搽腮紅，仲有做埋髮型，帶去各地旅遊啊！咁總之，小朋友可以享有嘅待遇，呢啲棉花娃娃全部都體驗過晒。咁如果唔係海底撈呢一個同棉花娃娃過生日嘅事件上個熱搜啦，睇怕有唔少人都未聽過佢，包括我自己啊，都未聽過棉花娃娃。但係原來呢一個棉花娃娃唔係無名小輩嚟嘅。根據數據顯示啊，棉花娃娃主要交易平台微店咧，即係微信上面嘅商店啊，佢數據顯示啊，2017年佢哋呢個娃娃圈得幾萬人嘅，去到2021年啊，線上購買棉花娃娃嘅用戶飆升到去8萬人嘅級別啊！2021年啊，棉花娃娃線上交易額突破10億，直到今年，棉花娃娃依然係非常之火爆啊！而棉花娃娃嘅品牌咧，喺今年2023年嘅5月份喺北京合生匯就開咗一間新店，個人氣啊直頭係勁過隔離嘅普普馬特啊！而呢一間店啊，第一個月嘅銷售額就竟然有50萬啊！而當時佢哋嘅聯合創始人傅盈洲預計，去到暑假佢哋一個月嘅營業額係可以去到100萬嘅。點解可以咁有信心呢？原來佢提到啊，佢哋呢門生意咧係復購率相當之高嘅生意啊！根據平台測算，玩家人均每年係會買4到5隻娃娃，有啲比較瘋狂嘅玩家已經係買咗200幾隻㗎啦。咁同埋上網睇到呢啲咁樣嘅棉花娃娃，其實佢嗰個價錢就唔係好高嘅。你最平咧100蚊啊、200蚊啊咁樣都有一隻㗎啦。咁所以佢就話到復購率相當之高，所以就可以理解到點解可以買到200幾隻咁多啦。咁當然啦，有啲款咧係會特別貴嘅，咁嗰啲唔討論啦。咁變成而家有啲唔想生小朋友嘅年輕人咧，不知不覺就買呢啲咁樣嘅棉花娃娃，買到自己兒孫滿堂啊！其實最開始呢啲棉花娃娃同中國嘅年輕人係毫無關係嘅，佢原本就係韓國娛樂圈出產嘅產品嚟嘅。喺2015年啊，韓國一間經紀公司將明星嘅形象卡通化，製成棉花娃娃，然之後咧就賣俾粉絲做呢啲偶像嘅應援物啊。不過中韓娛樂圈有一個共同點，就係所謂嘅飯圈，而中國嘅飯圈興起之後，就有樣學樣，追逐起呢啲偶像嘅棉花娃娃啦。咁呢啲明星娃娃咧，唔一定好似㗎，但係一定有佢哋明星所擁有嘅特徵，譬如有粒痣啊，或者係對眼啊，似唔似啊，髮型之類啦。咁如果僅僅係限於飯圈嘅話咧，棉花娃娃就好難發展到今時今日咁樣嘅地步嘅。喺2018年開始就出現咗冇明星或者虛擬人物原型嘅棉花娃娃，呢啲就叫做無屬性嘅棉花娃娃啦。
慢慢咧佢變到成為一個潮流嘅玩具喎。而比起飯圈啊，新入局嘅棉花娃娃嘅所謂父母係投入咗更加多嘅心血落去呢啲公仔度㗎。佢哋甚至自己設計，俾廠家製作，就一手一腳去孕育出自己嘅獨有娃娃。咁樣嘅投入其實已經係當咗呢啲棉花娃娃係自己小朋友咁樣嚟養啦。咁所以咧，後來就形成咗呢一個棉花娃娃嘅圈子。咁但係唔好以為有個圈子就算喎，原來佢仲有規範嘅。譬如你有一個咁樣嘅棉花娃娃就叫養娃，而等緊呢啲娃娃寄到嚟嘅時候就叫代產，私藏不對外售賣嘅叫私生，製作娃娃衣嘅人就叫太太。呢啲咁嘅入門詞彙非常之多啊！咁詳細嘅我貼咗張圖出嚟啦，大家自己研究一下啦。咁跟住落嚟呢，亦都有唔同嘅方式，就去記錄佢哋養娃嘅點點滴滴。咁去到2021年嘅8月啊，佢哋公司就喺微店嘅 Apps 嗰度上線咗娃櫃功能啊，用戶就可以查看同整理自己嘅養娃記錄，擁有幾多娃娃、自己嘅娃衣等等各類相關信息一目了然啊！呢一個功能上線第一個月就有10萬個用戶啊！咁你可以睇得出嗱，呢班年輕人呢，對於棉花娃娃嘅認真程度其實係非常之強勁㗎，甚至乎認真過佢哋照顧一個真嘅小朋友啊！咁後來根據微店所發布嘅2021年棉花娃娃玩家洞察報告，喺呢個玩家大軍入邊啊，95後同00後嘅佔比係高達69%㗎。呢啲人對於養棉花娃娃比對真人咧係更加有耐心。譬如呢啲娃娃到手嘅時候咧，佢哋會親自同佢捏塊面去改變外形㗎。呢啲佢又叫馬殺雞，亦都叫搖娃。而有啲娃娃出箱嘅時候咧，係處於一個所謂炸毛嘅狀態。炸毛即係話啲頭髮飛起晒，係需要去整理髮型㗎。竟然有人咧係會帶呢啲棉花娃娃去電髮添，甚至有啲人係親手去同佢上骨架嘅。跟住仲誇張嘅都有啊，有啲人咧係會提供一條龍去服務呢啲娃娃，包括同佢沖涼啦、剪頭髮啦、化妝、打腮紅、局部遮瑕都有啊。問你死未？咁睇到嚟呢一度呢，呢一個棉花娃娃其實已經係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服務出嚟啊，而主要對象呢應該都係年輕人㗎啦。而呢一個棉花娃娃最大嘅特點呢，就係佢用咗一個好常見嘅行業手法，就係同粉絲一齊做創作啊，由娃娃嘅陶瓷期開始到形象設計、官配衣服，有啲商家呢就會同粉絲去分享，最終定型亦都由粉絲投票，令到啲粉絲好有參與感啊！而舊年8月所誕生嘅棉花星球就靠呢招好迅速咁樣去做到淘寶棉花娃娃類目第一嘅商家。而佢第二個經營手段就更加粗暴直接，就係 IP 聯名。咁如果當時呢係有啲熱門嘅影視劇嘅話，你就會好容易喺佢哋棉花娃娃官網上邊揾到相應嘅公仔。總之邊部劇係紅嘅，佢哋只要傾得到翻嚟，佢哋都會出。甚至乎甄嬛傳佢都有嘅，喜羊羊、灰太狼亦都係有。而呢啲 IP 加持嘅娃娃所瞄準嘅肯定係佢哋嘅粉絲啦。而有一套劇啦，叫《獵罪圖鑑》，佢個主角嘅公仔啊，推出當日啊就可以賣到過百萬啊！而2022年嘅爆劇《蒼蘭訣》，男女主角嘅官方棉花娃娃上線1個月就賣到過萬個出去啦。咁其實好多人買呢啲棉花娃娃就係想體驗一下養娃嘅心情，或者係叫貪得意買，但係一入咗坑之後呢，就想同人與別不同啊！咁所以商家就推出咗各種唔同嘅尺寸、體型、長相，仲有唔同髮質嘅娃娃，總有一款係可以令到你心動嘅。而當你買咗呢啲娃娃之後呢，後邊先係真正嘅戲肉啊，因為佢哋係有唔同嘅配件啊，所以個娃娃賣到咁平係有原因㗎。唔同嘅配件就因為佢有4季唔同嘅衣服，而且有唔同風格嘅衫。咁如果你投入咗感情落呢啲棉花娃娃度嘅話，買呢啲衫你絕對唔會手軟㗎。你唔好以為淨係得衫可以買喎，佢仲有鞋啦、
髮飾啦、書包啦、眼鏡，甚至洗頭水、定型水都有啊。總之係滿足到你任何嘅需求啊！你亦都唔好以為淨係賣衫就玩完喎。係仲有一啲專門嘅攝影師係會幫你同埋你嘅棉花娃娃係影相噶，呢一種影出嚟嘅相就叫做娃片啊。咁我睇到啊，室內呢就49蚊9張，室外就59蚊9張，咁衍生出嚟嘅業務其實都幾多噶。仲有啊，徵收一張相就4蚊一張噶，幾個公仔一齊拍呢，就一隻加10蚊。哇，咁睇嚟都真係一條財路喎。再加上你投入咗咁多錢入去之後，其實你已經好難就話隨隨便便唔玩噶啦。因為佢俾咗太多組合俾你啊，而且豐儉由人啊。再加上而家好多人就唔想生小朋友啦，變相咧就投入咗啲感情喺呢一類嘅虛擬公仔上邊啦。咁但係雖然頭先上面講過係豐儉由人啦，但係有啲娃娃咧係可以炒到5-6千蚊嘅高價，而且佢有部分嘅衣服係比你正常人嘅衫更加貴噶。如果係有明星同以自己做原型所製作嘅棉花娃娃合照嘅話，呢一個娃娃嘅身價呢，可能會暴升過百倍噶。咁總之就係有原創性、有獨特性、有故事嘅話，你個娃娃就可以有一個炒價賣到出去啦。而另外仲有一個數據比較值得注意嘅，就係2021年嘅棉花娃娃玩家洞察報告。呢個數據就係講到女性用戶佔比係高達98%啊！咁所以其他品牌咧見到個市場咁墟冚，都想分一杯羹。譬如泡泡瑪特喺舊年嘅3月就推出咗自己首款嘅棉花娃娃，晨光旗下嘅九牧雜物社亦都銷售緊好多款嘅棉花娃娃。咁所以而家你哋應該明白點解一開始我哋講海底撈就話要俾 BB 凳佢啊，又話要同佢慶祝生日，咁大家都明白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啦。再加上海底撈之前原來係有宣傳過呢啲咁嘅服務嘅，人哋要求你店員去做翻相應嘅服務，我又覺得好合理啊，因為海底撈一路都強調自己嘅服務好噶嘛。咁其實棉花娃娃都算得係一個性價比還好還可以嘅一個圈嚟噶啦。如果比起其他嘅動漫文化或者係玩具嘅文化啦，已經算係平咗好多噶啦。其實絕大多數嘅棉花娃娃佢嘅價格都唔算得上好貴嘅，幾十蚊就可以買到一隻噶啦。而玩呢啲棉花娃娃嘅使費亦都係因人而異，有啲玩家可以使幾多錢都唔會眨眼嘅，亦都有玩家係自己買布料去 DIY 棉花娃娃，咁即係頭先講到啦，豐儉由人啦。咁而根據頭先所講嘅洞悉報告嚟講呢，有58% 嘅人選擇買棉花娃娃係想有一個情感寄託，亦都有人享受呢個養成嘅快感。有啲玩家提到啦，佢話棉花娃娃等於係佢自己嘅個人投射。譬如佢生活入邊可能唔方便染頭髮啦，但係就可以同呢啲棉花娃娃染，佢好似自己一個真正嘅小朋友，去到邊度都可以陪住自己。甚至乎佢話個公仔係直頭陪咗佢3年嘅，喺唔開心嘅時候亦都係幫咗佢好多。咁所以咧呢個棉花娃娃就係咁樣無聲無息咁樣崛起啦。而頭先亦都講到啦，90幾個 percent 啊，98% 都係女性嘅買家，可以講得上佢係賺走咗中國女人嘅10億現金啊！好啦，咁今集咧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